很多店铺都倒闭了，一间两间，前面也关掉了，倒闭很多间，倒闭很多间，基本上没什么人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，我是美玲。近年来，香港一间又一间的老字号悄然退场。最近呢，引起广泛关注的是有着183年历史的雨伞老店新艺城。这家老店呢，早在清朝道光年间就已经存在了，从广州起家，后来在上个世纪50年代随家族来到了香港，在深水社扎根，几代人守着一把伞，一门手艺，走过战乱、移民潮、经济起伏，却最终没能熬过这个时代。第5代传人邱耀威宣布，店铺将在2025年年底结业。他说自己是败家仔，没能把祖先留下的基业继续传承下去。这句话听起来是轻描淡写，却让不少老街坊听了心里发酸。但新艺城的离场却并不是孤立，半年关店300家，其中70%是餐饮，41年的大班面包，33年的海皇粥店，几十年老字号甜品铺纷纷倒下。最夸张的是铜锣湾罗素街，2012年浪琴抢一个门店，每月愿意交230万港币租金，那会儿罗素街被评为全球最贵街道，比纽约、东京还狠。现在同一个铺位变成手机配件店，月租从230万掉到不到13万，跌幅超過90%。他的關掉月租900萬的旗艦店。食親邊間都濕喎。唉，我呢輪飲少咗茶㗎，其實飲啊呢間又話執，嗰間又話執，哇！真係好慘啊！香港而家周圍啲人係咁執係咁執，我哋見到好多啊，有冇得救下香港啊？真係。我們可以看到的是，香港街上依然有人流，餐廳有客人，可是問題呢在於賺不到錢。香港餐飲業長期被高租金壓着，租金往往佔據成本的3到4成，遠高於人工與食材。生意只要稍微一跌，就立刻由賺變虧。表面看似熱鬧，實際是在應徵。那麼更深層的問題在於，香港的鋪位早就不只是做生意的空間，而是金融資產。對許多業主來說呢，租金不是收入的來源，而是估值工具。一旦降租，就等於是承認了資產貶值。銀行可能會要求重估貸款、追加抵押，整條資金鏈都會出現問題。於是呢，寧願空置也不願降價。那麼呢，我們就看到一種荒謬的景象，像銅鑼灣羅素街這些曾經的黃金地段，租金可以暴跌70%，但普通社區的街鋪卻只是象徵性的降一點點，甚至是紋絲不動。真正被擠死的永遠是靠雙手吃飯的小商戶。當時這裡百千位業主擠破腦袋啊，就為了來香港這裡買這些商鋪，花10幾20萬的單價就為了買這裡。現在呢，幾千萬全部打水漂了，成了綠油油的韭菜。一眼望過去呢，全都是這個鬼樣子，租也租不掉，也租不出去。而且今天是周6日啊，連一個鬼影都沒有了，太歹死了！曾經那個滿街都是人，隨便做點生意都能賺得盆滿缽滿的香港呀，現在好多商家都快撐不下去了。銅鑼灣、旺角、尖沙咀這些以前一聽名字就知道超熱鬧的地方，現在好多店鋪都冷冷清清，門可羅雀。有開服裝店20多年的老闆都在哭訴啊，30年了，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慘淡的光景，每天守着空店，連租金都快交不起了。外界還觀察到，節日期間的香港街市依然是開門，但氣氛呢明顯和往年不一樣了。有市民表示，一家7口吃冬至飯，大約花是1000多塊錢，雖然是不算多，但已經比以前要節制了。他也提到呢，近日發生的意外事故讓城市氣氛偏沉重，節日感淡了不少。在北河街經營了近30年的菜檔老闆林姐直言，街市生意一年不如一年，節日也帶不動人流。他說呢，附近地鋪越來越多，加上市民北上買菜買日用品，香港本地消費自然會被分流。今年冬至貨賣得比往年要慢很多。賣海鮮的檔主也有同感，以往過節不少家庭一出手就是上千塊錢，但今年呢明顯保守許多，預算都落在600到800塊之間。像是龍蝦、星斑這些高價的海鮮，問的人少了，備貨的也不敢多。畢竟動輒是幾百塊一斤，不是每個家庭都能負擔得起的。在九龍城街市也能看到相似的情景，有人帶孩子來買菜，打算在家裡打邊爐，預算大約是800塊左右。
他说呢，菜价只比平日贵一点点，但整体经济气氛不好，消费时自然会多想一想。虽然不少人假日会北上消费，但带着小朋友毕竟是不方便，加上人多拥挤，还是选择留在香港过节。他也提到呢，尽管日子紧一点，还是想让孩子感受传统节日的气氛。与2019年相比，2021年香港整体零售额一度下跌超过了30%。即使今年逐步回暖，消费模式却已经是彻底改变。过去依赖游客的奢侈品店、药妆店首当其冲，而本地年轻一代则是更偏好于网购、跨境消费，以及人少安静、有体验感的消费空间。即使是长假期，香港消费气氛依然是难以真正回暖，甚至呢，在不少节假日里反而出现了空城化的现象。这种落差正在逐渐成为香港旅游与零售业最尴尬的现实。不仅香港人节日外流，内地游客已一年比一年少，香港酒店入住率低迷。回想7、8年前五一国庆时，尖沙咀旺角满是游客，药房、美妆店、零售业靠内地游客带火，整体经济景气。但近年形势大改，据食环署统计，香港今年已有2000多间餐厅关闭。如今来港游客多是年轻人，消费力有限，主打特种兵式旅游，做好打卡攻略，仅去网红景点拍摄，餐饮多选择茶餐厅、麦当劳。不少人当天往返深圳，即便留下，也因酒店太贵，将就在麦当劳过夜。香港本地人节日也不愿留港消费，纷纷前往大湾区，那里服务好，选择多且价格便宜。这样下去，香港旅游业真的迟早玩完了。不知道你们现在怎么看待香港这个情况呢？这是香港北区的上水广场周末8点多的场景，门店都关了很多，人流也很少。是因为离深圳近，都去深圳消费了吗？导致离深圳的北区的商场门可罗雀，萧条得很。这一切都反映出香港消费力明显下滑，不是市民不愿意过节，而是大家都在精打细算，不是不想花钱，而是先计算清楚开支。节日仍在，街市还亮着灯，但热闹节日气氛已经不再理所当然。而且呢，香港实体店价格高企，一顿饭上百港币，甚至令内地游客宁愿自带午餐，也不去茶餐厅消费。其次呢，电商崛体带来的冲击不可忽视。疫情之后，网购更加普及。2025年，香港电商渗透率已经高达60%。消费者习惯了线上购物，线下客流自然会逐渐减少，传统实体店的优势逐渐丧失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本土消费下滑，租金高企，人工成本上涨，也是香港实体店持续承压的重要原因。港资品牌北上内地扩张，内地品牌南下抢占市场，加剧了竞争环境。再叠加整体经济的不景气，香港实体零售业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在商业方面，本地零售品牌也面临着策略的调整。12月16号，香港知名的连锁零售品牌万宁在中国大陆市场发布公告，宣布将关闭所有的线下门店及官方线上商城，涉及到门店超过了120家。这就标志着万宁在内地20余年的拓展正式收场。那么公告中呢，还提醒会员要及时处理积分，线下门店的最后营业日定于2026年1月15号，而线上商城小程序及电商平台旗舰店也将在12月底陆续停止运营。未来，万宁在大陆的业务将仅保留跨境电商渠道。万宁撤退的消息也引发了外界对港资企业在内地零售市场的关注。过去的10多年里，许多香港品牌曾经寄望内地庞大消费市场实现快速增长，但是呢，随着经济增速放缓、消费行为改变以及本地品牌崛起，港资零售在内地的经营压力不断累积。万宁的选择既是个案，也折射出了港资企业在跨境扩张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。回顾2025年，香港经济在表面上交出一份好过预期的成绩单。今年 GDP 增速被港府上调至 3.2%， 财政状况看似优于年初的预估。然而呢，光鲜的数字的背后隐藏着不容忽视的结构性问题。首先呢，政府上调全年的 GDP 增速至 3.2%， 年初市场普遍偏谨慎，对全年经济增长的判断约在 2% 左右，外界也质疑能否达标。然而呢，随着第4季度数据出炉，全年增速被上调，
反映出了香港经济韧性超出预期。在财政方面，印花税收入成为了意外之喜，上半年呢就录得约440亿元，加上楼市成交回稳，推盘增加，使得税收改善快于原先的预估。特首李家超在北京访港后表示呢，财政状况改善无需等2到3年。这既说明了周期性因素带动了账面表现，也提醒市场短期亮眼并不代表着结构性增长的全面回归。这其次呢，所有的香港意向更加引人关注。在全球经济承压的背景之下，香港能够交出相对亮眼的经济数据，反差尤为明显。美国就业和通胀数据波动，全球信心受挫，但香港经济增速依旧可观。这一表面的繁荣，主要是得益于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回暖，尤其是 IPO 和股市活跃拉动信心，而非消费产业与民生全面复苏。那么换而言之呢，2025年的亮点就是资本市场的香港，而非街市经济的香港。楼市与商业地产则显示出了截然不同的走势。住宅市场出现见底迹象，但缺乏快速的反弹条件。美元利率并非大幅下行，本地一手楼供应充足，开发商定价谨慎，市场对短期大幅上涨缺乏共识。商业地产更加严峻，中小型开发商资金链紧张，部分大型开发商依旧靠巨额融资暂渡关难，压力逐步传导至银行的体系，恒生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创历史新高。上下租金与估值回调不仅影响业主现金流，也将逐渐转化为信贷质量和金融稳定的长期考验。在社会与人口结构层面，香港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。自从英国在2021年为香港人开通了 BN 签证通道以来呢，也有18万多人踏上了英国的土地，开始新的生活。这一签证政策的出台与香港政策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。2020年6月，港区国安法实施以后，香港社会氛围迅速转变，公共讨论空间明显收缩，多个政治人物在与社会组织相继解散或沉寂。在这种背景之下，英国政府宣布向持有英国国民海外身份的香港人开放签证通道，并且允许其在英国居住、工作与学习，并在连续居住5年后可以申请永久居留。对不少香港家庭而言，移居并非是一时的冲动，而是在社会环境变化、未来也需不稳定的背景之下做出的长期选择。有人出自于对子女的教育考量，有人寻求更加稳定的生活保障，也有人呢，只是希望在制度相对明确的环境中重新开始。香港人是很感谢当年英国人的殖民的。我知道呢，这样讲又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阐述的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。我知道这个事实，很多国人从民族情怀角度他是接受不了的。但是呢，与此同时，另外一些细节也在悄悄刺痛着很多人的感受。英国人在香港引进了低税率、法治诚信的营商环境，吸引了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本和公司，迅速成为自由的贸易港。那有了贸易买卖，自然而然就需要货款的结算。那不同国家的公司结算就需要什么？需要 money。那 money 的载体是什么？是银行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慢慢的，香港就发展成了世界的金融中心。金融又正向带来了税收，港府有钱了，香港人的就业和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好。同时，这么多老外在香港，又给香港人带来了国际化的文化和眼界。那是太尴尬了，跟泰国人一起去香港，他们的护照可以买机票直接去，免签30天。我们国人去香港不免签，要办港澳通行证。他们说去买机票直接就去了，问我为什么没有买票，我都不好意思说我的港澳通行证过期了。就算不过期，我只能在那里待7天。人家泰国人，就是你们瞧不起的那个小国家的人，人家在香港免签能待30天，真的是尴尬到家了。就像父母做好饭了，别人家的孩子能进去随便吃饭，自己家的孩子先在门口看着那种感觉。有网友后来查证时才发现，很多国家公民在香港享有比内地居民宽松得多的免签政策。比如呢，英国与加拿大游客可以免签停留香港90天。日本、韩国也同样可以停留90天，泰国游客同样免签入境，印度公民则可以免签停留最多14天。那么相比之下呢，内地居民即使持有港澳通行证，也仅能在香港停留7天，免签待遇明显不足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。
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美玲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